藝人沈玉琳跟傅子淳接連的罹患了血癌。我們看到沈玉琳住院非常長的時間，而傅子淳非常不幸的是，從他發病到過世時間非常的一個短暫，而且他現在正值壯年，所以這個讓整個社會非常的驚訝，是現在血癌人數有在增加嗎？血癌有這麼可怕嗎？從血癌到發病，然後我們到了過世，竟然你防不勝防。那我們要怎麼來面對血癌？碰到這樣的一個疾病，還有哪些的疾病我們要提高警覺呢？所以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精準醫學的專家，特別是鼎元診所的院長曾崑炎曾醫師，來告訴我們要怎麼面對血癌，怎麼面對這些發展非常快速的癌症，我們到底要怎麼來保護自己呢？曾醫師你好。你好，大家好。好，那曾醫師剛剛講的是沈玉琳發生血癌，已經讓大家非常的驚訝了，而且他在台大住了非常久的時間，就沒有想到最近傅子淳也是血癌，而且他才40幾歲，正值壯年，就發病到過世非常短的時間。那所以大家第一個問題是，現在血癌的人数有在增加當中嗎？是的哈，我們那個成人哈，每年成人大概有每年的那個血癌的那個數目大概差不多1100人左右，每年有1100人，1100，那個確實數目是有增加，而且是有年輕化的趨勢。對，那這個原因嘛，我們想說什麼原因會這樣子呢？第一個當然就是說診斷技術就是變得更好嘛，更容易診斷啊，這個是沒問題。第二個就是說，因為血癌哈，這個大部分是發生在中老年人了，我們現在人的壽命變長嘛，老化。所以說得到那個血癌的人數就會增加，這個啊，另外一個就是說，環境的變遷了，那個現在很多的化學物質比較多，比以前多另外一個生活形態改變等等這些都是會造成說癌症尤其是血癌的增加。好，那我們先談沈玉琳。沈玉琳說，她每年都做非常高端的健檢，而且是做等於非常完整的健檢。可是她說，她做的健檢跟她整個去偵測她的血癌，並沒有什麼樣的幫助。也就是這個血癌發生的太快了，所以我如果一年，我等於說，我今天非常在乎我的健康，我一年做一次這個所謂的非常高端的健檢，那根本來不及啊。對，那個我們講說大部分的癌症，那個你一年做一次，它是來得及的但是某些癌症它因為癌細胞分裂的速度太快了，一個變2個，2個變4個，4個變8個這個速度太快了，那麼你一年你就會來不及。就是說你現在做是 OK 的可是呢3個月以後呢，它那個癌細胞就已經繁殖到變成臨床上是症狀明顯的。可是你下一次體檢那是1年以後嘛。對所以說这個說對這個快速生長的癌症呢我們1年做一次那是不夠的。而且我們看到傅子淳他發病到這個過世的這個時間非常的一個短促，所以現在這個急性的血癌，它的等於說發病死亡的這個致死率有這麼高？它致死率高，那個是本來這個癌症它就致死率是高的啦。問題就是說，我們看起來好像很快，好像說，他還這個到急診處，他沒多久他就死掉了。對，其實是這樣子。其實那個病情呢，它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那所以說我們一般人都會覺得說，最近比較累，最近工作比較忙。其實沒有工作比較忙，工作還是跟以前比較忙，你只是感觉上比以前累而已。对，所以你会觉得说，最近压力大，工作忙。然后其實他以前有症狀了嘛。對。但是說我們人體呢是一個非常奇妙的機構，它會有一些代償的機制。就是說。我們會去 cover 就是說你身體不足的時候呢，它會另外一個功能它去 cover 你讓你還可以撐得下去。你只是覺得累而已，你只覺得更累而已，但是沒有讓你倒下來所以說我們身體會有這個機制。等到你這個代償機制已經用光的時候呢，那個時候突然之間，怎麼搞得這麼糟糕？其實病情一直在進行只是被你掩飾住而已。對那因此到你那個代償能力消失的時候呢，那個疾病就開始爆發出來，非常嚴重，會讓你措手不及。也就是今天不管沈玉琳或者這個傅子淳，他們兩個就有一些共同的這個所謂的徵兆。一個就是講，你剛剛提到就是兩個人一開始都非常容易累，非常容易疲倦，就像那個沈玉琳講，他是累到他晚上去上廁所，他不能走到廁所，要慢慢扶過去。第二個就是講說，他們有不明的淤血，特別是兩個人都有所謂的牙齒出血的這個問題。你說其實那個都已經是徵兆了。對，如果在你一開始覺得你非常疲累，
或者是說你莫名其妙說，哎，我怎麼身上突然多了這麼多淤青，或者是說我的牙周病突然變得很嚴重，出血非常嚴重，它那個就是徵兆了，要趕快治療，否則這些徵兆你沒有處理，等到你真的發現問題了，那就是來不及了。對。那個這些徵兆，像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按摩會按摩到那個淤青，會出血。對，我們正常人是這是不會發生的啦哈，因為說你即便那個按摩師傅是什麼特別厲害的，你怎麼按到破皮你都不會出血嘛。對，啊你會出血，那你還視若無睹，這就有問題了。我們說牙齒會出血那個是沒錯啦，我們常常刷牙的时候刷太用力，確實會出血，沒有錯啦。可是呢，你如果輕輕刷牙或者沒有刷牙，他自己就牙齦出血，甚至於說你可以看到說牙齦有的地方腫起來，它腫起來並不是說我們一般講說那種發炎腫起來，那不一樣的我們說牙痛說腫起來，那種細菌感染的發炎，跟你那個白血病引起的那個牙齦腫起來那是不一樣的，所以說感覺上說怪怪的這個時候你都不要掉以輕心，只要是跟尋常不一樣的情況，你都要去找醫師幫你看。不過陳醫師，這個會讓我有點困惑，就是我們的身體本來就是起起伏伏，有一段時間你會覺得非常累，有的時候你就覺得還好。那你牙齒本來也是一樣，有一段時間你可能流血，有一段時間你過一段时間漱口水就沒事了，或者是說你身上有時候撞到。我一般的狀況跟這種是血癌的狀況，我要怎麼去區別？我到底是怎樣的疲累我要非常緊張，我要怎樣的牙周病出血我會緊張，怎樣的這個所謂的淤青我要緊張，那跟一般的跟我癌症有什麼差別？我們來看看什麼，就是說我們一般就是從小到大，你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說你撞到了淤青了，你都有，每個人都有這個經驗嘛。對。但是呢，今天你稍微碰一下你就淤青，你就覺得說跟以前是不一樣嘛。那我們剛剛說，我那個牙齒也沒有發炎，可是怎麼會腫起來呢？你不要掉以輕心嘛，這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嘛。那我們講說，像你剛剛提到說，上廁所，走到廁所都會覺得說沒有力氣走。你想想看，你這輩子哪時候會累成這樣子？不是嘛？只要是非比尋常的情況，我們都不要掉以輕心。尤其是重複出現的時候，你一次出現可能說，我下一次沒有了，那就算了。你如果下一次還有，那你不要掉以輕心。是。那這個血癌的這個前兆裡面，它大概會有多長的一個時間？我們講說，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呢，它是造血細胞的問題啦。對。那本身是沒有症狀的。那它造血細胞，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好了，它的問題是哪裡？它的問題是說，它會骨髓幹細胞會產生這種白血病的這種細胞。這個細胞呢，它產生以後呢，它就不太會成熟，就是說它不會死掉。那因此呢，我們现在你這樣聽，你有歐醫生表示說，我們有一個大家想要知道，就是說我們正常幹細胞，它分裂生長大概24小時、48小時一次，但是呢，骨髓的那種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呢，它的細胞那個分裂呢，其實是比幹細胞還慢的，比幹細胞慢。它慢到什麼地步？它是以天到周為計，是不是7天到10天分裂一次，甚至於更長，但是說，問題是說它後面就不會死了，我們說正常那個正常的骨髓細胞變成白血球，它會到我們血液去嘛，所以骨髓又清空了嘛，對，一面製造一面出去，一面製造一面出去嘛，但是呢，你如果是白血病的時候呢，是血癌的時候呢，它製造它就出去很慢。那因此呢，就在骨髓裡面累積，所以骨髓裡面就會看很多這樣子。对。所以以前嘛，在那個19世紀的時候呢，剛發現白血病的時候呢，他們做屍體解剖，我可以看到骨髓，看到說裡面是黃綠色的，就跟我們一般看到那個暗紅色不太一樣。对。那就是白血球太多累積在裡面。清不掉。对。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你剛剛問說這個會多久？這個時候呢，它其實都疾病在進行，但是呢，沒有什麼症狀。對，你要到說把骨髓塞滿了才會骨頭疼痛嘛，對不對？你會變成說那個白血球細胞，它終於也釋放到到我們周邊去了，對，可是它功能不好嘛，對，所以它容易感染嘛，
感染，我們會發燒嘛，所以說最後它最後就變成敗血症嘛，對不對？然後呢，這個細胞呢，它除了變成正常的白血球，在正常情況之下，它也是紅血球，也是血小板的祖先嘛，对所以說出問題不是只有白血球出問題，紅血球跟血小板，紅血球也有那個它也出問題啊，所以白血球出問題就是會感染嘛，所以說嚴重的時候就敗血症，對休克。好，你如果是血小板的話，那血小板它數目減少，那因此就會出血，就會淤青，所以說你這樣按摩讓它淤青，那你表示血小板是不足嘛，可能是5到10萬，你按摩它就會了你如果是低於2萬的，那你不用碰，它自動會出血，对，它沒有辦法癒合了，它沒有對，還有另外就是紅血球減少嘛，所以我們會貧血，所以會疲累，就是這個，你會累到說從這邊走不到廁所，你就是這個累得不像話嘛，就是你的氧氣不足，其實是氧氣不足啦，不是肌肉痠痛的累了。是，好，那我們今天看整理一下，就是白血病有4大的一個類型，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血癌有4大類型，一個是剛剛講的這個是急性骨髓的白血病，而第二個是慢性骨髓白血病，第三個是急性淋巴球的白血病，另外是慢性淋巴球的白血病。你說1跟3是比較危險的，它是急性的，它是發展的非常快速的，那這種你就算是1年做一次健检，也不一定能夠把它給偵測出來。對，如果說正好你做體檢的時候呢，它正好疾病爆發了，我們做這個幾百塊的 CBC 那個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有問題了但是呢，如果你在檢查的時候呢，當下疾病還沒發生，當然是看不出來嘛。你再過了12個月再做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嘛。那但是慢性骨髓病白血病呢，即便是爆發已經發病了，我們體檢講了 CBC 這個檢查呢，它可能看不出来它看不出来因為那個它的一些那個從形態學上呢等等之類的它的變化跟急性的是不太一樣的所以會產生所謂的偽陰性覺得我是正常，其實是假的正常。那我如果要透過健檢，那我沒有辦法去判斷我們健檢做的項目很多了，我們講 CBC 就是最便宜的 CBC 那麼要看得出來的話，急性必須碰巧時間對才看得到。好，那剛才講現在是急性跟慢性的差別在哪裡？它的分裂速度差別在哪裡？為什麼急性一發生了以後，它等於說發病的速度或者是它的整個演化會非常非常的快我們說急性慢性的分野就是速度我們說急性的它那個細胞的那一個變2個，2個變4個這樣子速度呢，它是以周它是以周為計就是說我們說一個禮拜2個禮拜一次。你看這樣，你1個變2個，2個變4個，8個16個，那你從1萬變成16萬，你只要幾次而已？對，這沒幾次嘛。所以說你如果每一次算4天好了，就幾個月就到了。對，但是呢，慢性的話它是那個慢性的它是幾個月所以說幾個月以後呢，它才會分裂一次，幾個月這数都不是分裂，說數目加倍啦，倍增，它是好幾個月來計。那因此呢，這個我們經常的那個處理動作呢，在急性的通常會來不及就是因為它很快，然後我們每個人身體都有代償機制去掩飾，讓你不能察覺。對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有惰性嘛，說這可能沒關係，可能沒關係。所以難怪沈雲林想說，我該做的檢查都做了，而且我都做最高端的檢查，這是沒有辦法再定期。那我如果這樣的話，難道我要每個月做嗎？不是，那個基本上是這樣子的你現在問到一個，就是現在是高科技的，我們一般那個體檢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但是如果說因為我有家族史這個是急性白血病家族史那有家族史的人，你得到急性白血病的幾率呢，就會是一般人的2到3倍。假設然後你又看到這新聞，你又特別害怕，那科技可不可以解決？是可以解決的這一般那個醫院這常規檢查是沒有做的我們那所謂的4世代定序 NGS 我們可以用這方法做，對，它可以偵測到那個急性白血病的前身。什麼是急性白血病的前身那個我們是這樣子就是說正常的幹細胞
變成急性白血病哦，急性白血病呢，它的基因突變哦，那個是很明確，我們都知道。好，這個變過去呢，它不是跳過去的，它有中間的過渡階段。中間的過渡階段呢，也有基因突變。那個基因突變呢，它不是我們一般講的那個標靶藥物的那個針對的基因突變，不是。那幾個基因突變我們知道，所以我們如果說看到白血球裡面有那幾個基因突變的話，那我們就知道說它是前身出現的，所以我下一步就會變成白血病了。所以我做基因檢測是可以做得出來。是的。好，那另外就是這個東西讓大家嚇到，是因為它發病太快了，讓人家就有點措手不及，然後呢，我防不勝防。那現在剛剛講的，我剛之前跟你聊天才知道說，原來白血病不是發展最快的，它好像只排第4名。對，最快我們剛剛講的是伯基特的淋巴瘤。但所以有的癌症，它的發病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速。是的，我們大家都知道說，我们每個人都聽到說癌王哦，胰臟癌大家都很害怕。對，如果就這個生長速度而言，胰臟癌是排名第7啦。前5名它前5名排不到。你剛剛提到說，Burkitt lymphoma 哈，就是伯基氏那個淋巴瘤，它最快，它排名第1，它的速度呢，就是它癌細胞的倍增速度大概是24到48小時，可以2天它可以增加变1倍大，2天就1倍，对，所以它排名第1啦。那這個在台灣盛行率高嗎？這種腫瘤其實是蠻罕見的啦，是有，台灣也是有那。它跟病毒感染比較關係。病毒感染，它怎樣的病毒感染會造成？EB 病毒。病毒 EB virus。所以說這個疾病呢，最早發現是在非洲發現的。然後現在發現，它其實亞洲國家也有了。是。那我的經歷裡面，我的那個職場生涯裡面碰到的數目也是個位數而已，不多。那在台灣有哪些？比如說我要特別注意到這種發展非常快速發展快的我們說第1名剛剛我們看到的第4名也知道的嘛，對不對？對，血癌第2名呢就是未分化的甲狀腺癌。甲狀腺癌這麼嚴重？但是未分化的甲狀腺癌很多其中有一個叫做乳突狀甲狀腺癌，它是慢到不行那個是慢到我們都懷疑它到底是不是良性的它是很慢的但是惡性的。但是未分化的這是很快。它排名第2，然後第3名呢是小細胞肺癌。小細胞肺癌，對，我們一般聽到的，然後大家聽到說肺癌啦、治療啦，那都是指的非小細胞肺癌。但是我們現在講小細胞肺癌，那個是速度很快。那第3名，那第4名剛剛知道，第5名就是腦部的叫做 GBM 這個是多發性什麼？中文怎麼講？就是好像有一個什麼瘤就對了。對，那個什麼母細胞瘤什麼。好，那另外就是在血癌的時候呢，剛剛你也提到說，台灣現在的血癌感覺上明顯有增加。那當然一般來講是60歲到65歲的這個比例比較高，但是現在剛剛看到，今天沈玉琳跟那個所謂父子純2個都是壯年，都是40-50歲。那大家會這樣，那40-50歲跟這個環境有關係嗎？甚至有人講說，你這個什麼甲醛啦、甲醛，或者是你今天連一個沙發上面有那種氣味，都可能會讓你得到血癌，有這麼可能？這個說法非常流行了但是我要做一個糾正一下甲醛是不是跟這有關係？這是有爭議的有爭議的甲醛它確實是致癌物沒錯，但是跟血癌有沒有關係？這個是有爭議的目前沒有爭議的是跟鼻咽癌是沒有爭議，跟這個白血病的關係呢有人說有，有人說沒有。對，好，那化學物裡面呢？那個最重要的是苯是苯的關係，那我們剛剛講，你剛剛提到說，家具啦，新的家具啊，那個裝潢那個味道，其實它除了甲醛以外，其實它都含有苯，對，是苯造成的所以不單是甲醛最重要是苯。那個我们像我們在生活中裡面，苯最多的來源的2個地方。一個就是說我們汽車的廢氣排的廢氣那個交通很亂的地方，那個汽車廢氣還有苯很多。你如果一個人就是在空氣中這個吸這個廢氣，一天大概可以得到
0.2毫克的苯，对0.2毫，但是呢，最多的量是来自于抽烟，抽烟更多哈。一个人哈，我们刚刚講的那個是說，空氣的那個汽車的廢氣，那是說他沒有抽煙情況下，一天吸到空氣的廢氣哈，可以得到0.2毫克。但是你一個抽煙的人而言，他如果一天抽一包就好了，一天抽一包其實不是很多嘛哈。對，就煙癮者而言不多嘛哈。那一包有20根，哈，他抽一包，他一天得到的苯啊2毫克，多10倍。那我的意思說，那苯它有一個量化的數據嘛？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吸了多少的苯，或者吸收多少的苯，跟我的血癌之間有一個關聯性。它這個有大列的關聯性的哈。這種統計的東西，它並沒有說這1對1的沒有量化，但是是有這個劑量的關係在啦。對，是有劑量關係在。所以說，苯這東西呢，我們要特別注意啦。說我們剛剛提到說，家裡面的那個裝潢啦、油漆啦等等，那有味道的以外，還有一個很多人就是忽略到的塑料品、塑膠的產品、塑化品，它在那個劣化的時候、老化的時候呢，它會把裡面的苯釋放出來。那個量很高嗎？沒有，那個就是那個，當然說我們跟那個抽煙比還是不能比了。對，跟那個汽車廢氣當然不能比。對，但是那個也都是問題。所以說。小孩子啊，玩那個玩具啦，那個玩具，塑膠做的玩具哈，都已經老化褪色了，就要丟掉了嘛，就不要在小孩子嘴巴咬啊這樣吃，那個其實是吸很多啦。那現在講，那有些特別強調那個水壺、水瓶，那我一段時間就要把它換掉嗎？可以，我們可以這麼說啦啊，就是說你不能放太久了。對哦，因為它那個老化，那個它裡面的苯會釋放出來，是沒錯的。各位寶潔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潔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8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的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說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們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潔，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潔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嘛。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